中国在研的轰炸机原来不止轰20，轰20将被赋予怎样的意义？中国研制的两款轰炸机各具有怎样的性能？将对中国空军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近年来随着中国空军的不断发展壮大，这就促使中国不断加快对先进战机的研制。其中被我们所熟知的歼20战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但是除了歼20以外，中国也在研制轰炸机，这也一直都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我们熟知的就是中国的轰20，且此前有消息传出，中国对轰20的研制将进入了尾声，有可能将在今年首飞，因此就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大家的期待。但是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国进行双轰炸机的研制计划。据美国国防部下的国防情报局公布的最新中国军情报告指出，此前中国航空工业发布的大国起飞宣传片片尾出现神秘飞机，被认定是轰20。此后随着军事科技自主研发能力的上升，这也促使中国一跃成为军事大国。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在研发2种隐形轰炸机，这2种先进机型估计要在2025年前具备初始作战能力。消息指出，中国除了轰20外，另一款在研的另一款轰炸机为轰18。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中国同时还在研发轰18的消息也早已流传多年，只是一直没有被官方正式公布出来，所以一直都保持着神秘。但是现如今，此款轰炸机的消息被爆出来，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国确实有在研制另一款轰炸机。据消息称，轰18是中国歼空7的继任者，且可能与美国已经退役的 F117战机相似，其可在机腹弹舱内携带4枚2500公斤级的制导炸弹，可执行作战半径为2000公里的战术作战任务。如在一次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则作战半径将延伸到3000公里。此外，由于轰18的技术相对于轰20来说要相对简单一点，因此可能会比轰20更快服役。此外，根据网上爆出有关轰18的照片，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轰18轰炸机从座舱的布置来看，其机头很可能采取了与俄罗斯苏34战斗轰炸机一样的并列双座布局。但是从细节上来看，轰18的机头和俄罗斯的苏34的机头还是有些区别的。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采用了隐形战机常用的菱形机头设计，而不是像俄罗斯苏34那样只是单纯的把机头雷达罩设计的和鸭嘴兽的嘴一样扁平。这主要是由于轰18采用了隐形设计，因此就具有很强的隐形性能。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指出，中国的轰18轰炸机一旦成功研制，将成为中国隐身战机技术的集大成者，并且其可能将成为比俄罗斯图 22M 逆火轰炸机更快更隐身的存在。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图 22M 逆火轰炸机的飞行速度在 1.88 到 2.3 马赫之间，作战半径2400公里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超音速轰炸机。但是其也存在较大的缺陷，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了发动机的限制，因此在飞机的气动外形和打击半径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能达到最好的性能效果。然而相较于俄罗斯图 22M 逆火轰炸机，中国轰18是一款超音速隐身轰炸机。与其不同的是，中国轰18轰炸机不仅有着类似歼20和歼31的成熟气动布局设计，而且也有着更大的隐形机体和内置弹舱，因此这也使其在超音速巡航速度和打击半径上将很有可能完全超过俄罗斯图 22M 逆火轰炸机，具有更强的作战性能。因此有消息称，等到中国轰18问世，那么其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超音速隐身轰炸机，不仅可以部分替代轰6系列中程轰炸机的职能，更可以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造成更严重的威胁，也将成为中国空军领域的中坚打击力量。我们都知道，此前中国被爆出的轰20轰炸机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现如今被爆出中国2款轰炸机的研制正在同时进行，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可以根据不同任务来使用不同的轰炸机，以此可以达到最好的作战效果，发挥出最大的作战威力。轰20轰炸机作为一款远程轰炸机，采取飞翼设计，航程将达到12000公里，而且可以搭载45吨弹药，并且轰20轰炸机的12000公里的航程将会使轰20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美国的夏威夷。
更为惊人的是，如果轰20隐形轰炸机的飞行路线飞越北极，那么美国的50个州就都在它的覆盖距离范围内，那将是可以发挥巨大的战斗威力，直接摧毁美国本土。轰20轰炸机对中国空军未来造成影响相当深远，将中国带入全球战略空军地位，而且最重要的则是打破美俄两国在隐身轰炸机垄断局面，其意义将超过歼20威龙隐身战斗机。而且轰20轰炸机跨洲际打击能力将让中国在远程核威慑力量再次获得重大突破。轰20轰炸机作战半径将达到5000公里，巡航距离可达到8500千米。按照轰20轰炸机远程作战航程推测，美军在关岛军事基地也将被纳入其中。而且美军夏威夷军事基地也不可能逃脱轰20轰炸机打击范围，因此轰20轰炸机一旦服役，将为中国空军提供真正意义的核洲际打击能力，而不是依靠着轰6家族轰炸机理论上可覆盖亚太地区打击能力。轰20轰炸机和洲际打击能力将使美军在夏威夷和关岛军事基地优势荡然无存，而美军为躲避中国东风快递、东风26B 和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建立起来战略后移，也将变得不再遥不可及。并且轰20轰炸机具备着跨洲际飞行能力，而且依靠着隐身性能，赋予中国空军真正的核洲际打击力，将中国空军战略前沿一直向前推进上千公里，也可保证中国空军在战略纵深打击能力，围绕着轰20轰炸机重点建设世界一流空军。现如今，随着中国轰18轰炸机浮出水面，这就促使中国在战略轰炸机上将有更多的选择，而且也将更加明确作战任务，并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特作战体系。其中，轰20轰炸机可以挂载战略巡航导弹执行威慑北美和欧洲的任务，而轰18轰炸机则可以执行打击亚太和关岛以及印度的任务，两者互相分担作战任务，且各有侧重，并与轰20一起打造最强轰炸力量。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空军的战略轰炸能力。因此，在中国有了轰20和轰18后，不仅可以对周边的国家形成强大的威慑作用，而且也将对美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以此来切实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能够凭借这2款轰炸机来面对一切的挑战，也将会有更大的底气可以与美国进行较量。使自己可以更好屹立于不败之地。值得一提的是，到时候随着中国轰18的问世，这也成为全球首款超音速隐身轰炸机，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十分巨大的军事战略意义。此外，这款轰18轰炸机能携带鹰击12这种巡航导弹，作战半径也大大增加，将极大增强其作战能力，也将发挥出最大的作战效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吧。